欢迎来到明星新闻中国渠道，点击订阅频道，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票房破5000万，赵丽颖却笑不出来，新片到底发生了什么？向阳花票房破5000万却遭吐槽，赵丽颖主演，冯小刚执导的豪华阵容难掩票房颓势，高评分难敌日票房连跌，清明档期也未能救场，一部电影绕不过票房的坎儿，观众直言高兴不起来。向阳花票房超5000万为何遭吐槽？赵丽颖、蓝希亚、王菊他们主演的电影《向阳花》4月4号在全国电影院上线了，结果到4月5号中午，票房已经超过了5000万。不过呢，有不少网友说，他们一点都高兴不起来，这是咋回事啊？咱们下面就来好好聊聊这部电影的票房和口碑到底咋样。向阳花口碑两极分化。向阳花这部电影的票房情况是这样的：4月4号上映第一天，排片比例占了25%，可是票房成绩不太理想，才收了3200多万。到了4月5号，排片比例降到了20%，下午的时候，实时票房才1700多万，估计全天票房大概在2800万左右。这说明向阳花的日票房一直在往下掉啊！要知道4月5号还是清明节呢，按理说应该会多一些观众的。再来说说它的口碑情况。4月5号的时候，向阳花在豆瓣上的评分出来了，不过具体的分数大家还不太清楚，但从网上的一些报道来看，这个评分挺高的。而在猫眼平台上，有2万多人给他打了9.5分，这成绩算是相当不错了，至少说明它是一部及格线以上的电影。向阳花票房表现不及预期，评分高不一定就能卖得好票。根据网上一些平台的预测，向阳花的总票房可能就停在1亿7000万左右，不算太高。要是普通的电影，能有个1亿多的票房就已经挺满意的了。但向阳花明显不是普通电影啊，导演是冯小刚，女主角是赵丽颖，阵容这么强大，成本肯定也不低。一部电影最重要的东西，最后还是得看票房，这是所有电影和电影人都绕不过去的一个坎儿。向阳花的票房表现嘛，只能说一般般，2天才赚了5000多万，这确实让人高兴不起来。所以网友们说的话可不是无中生有，也不是胡乱猜测，他们的话是有一定道理的。赵丽颖的新片上映后，迅速突破5000万票房的大关，按理说这本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情。然而，在媒体采访中，在首映礼现场，甚至在粉丝的期待互动中，赵丽颖都表现得略显克制和沉重。她那一抹淡淡的微笑背后，仿佛藏着说不尽的复杂情绪。这一幕让人不禁发问，赵丽颖为何笑不出来？她的新片究竟发生了什么？首先要明确的一点是，这部新片对赵丽颖来说意义非凡。从筹备期到上映，她投入了极大的情感和心力。这不仅是一部作品的交付，更是她在表演道路上一次重要的突破与转型。片中角色复杂，情绪层层递进，对演员的挑战极大。赵丽颖坦言，在拍摄期间，她几度被角色情绪拖进深渊，甚至在杀青当天还久久不能抽离。对于这样一部倾注心血的作品，她自然希望观众能真正理解并共情角色背后的情感深度。但现实往往不尽如人意，尽管票房数字不断上涨，部分舆论的声音却走向了极端。一方面，粉丝和部分观众给予了高度评价，认为赵丽颖在该片中的表现是突破天花板的一次演技爆发。另一方面，也有观众对剧情节奏、剪辑手法等提出质疑，认为影片感情浓烈但表达混乱。更有甚者，把对影片内容的不满归咎到赵丽颖的身上，认为她的表演用力过猛或不够自然。这种口碑分裂的情况，使得赵丽颖陷入了情感的拉扯中。在影坛打拼多年的赵丽颖，对于评论早已习以为常。
但当作品成为他表达自我、传递信念的渠道时，评论的锋利就变得格外刺耳。他在某次直播中说过一句话：有时候我不是因为票房高而开心，而是希望大家能看懂我想演的角色。这不仅透露出他对角色的用心，也反映出他在艺术追求与市场反馈之间的焦虑。对赵丽颖来说，这部影片不仅是一次演出，更是一次内心的倾诉与情感的袒露。另一个不能忽视的因素是行业对女性演员的偏见和双标。赵丽颖近年来频繁挑战不同题材，从甜宠、历史、谍战到现实题材，她不断尝试突破自己。但在观众心中，似乎总有人希望她停留在楚楚可怜的人设中，任何向更广阔表演领域的延展都被视作冒险。这次新片中，她饰演一位命运多舛、情感强烈的女性角色，形象与她过往的荧幕形象差异巨大，观众一时难以接受也属正常。但这种偏见性解读无疑压缩了演员的成长空间，也令赵丽颖深感无力。此外，影片宣传策略的问题也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赵丽颖的心情。为了追求话题度，部分宣传用语刻意放大情绪冲突，引发网络争议。在传播过程中，有些信息被断章取义，导致观众在未完整理解影片之前就形成了先入为主的评价。这不仅使影片错失了以剧情内容说话的机会，也让赵丽颖背负了不属于她的非议。在这个内容爆炸的时代，舆论的速度远超情感的沉淀。一部作品刚上映几小时，平台评论区便已充满了神作与烂片的极端评价。影片是否真的被认真看过，角色是否被细腻的体会，已经变得越来越难以确认。赵丽颖的笑不出来，恰恰映射了演员与观众之间的理解裂缝。她不是不知票房成绩的意义，而是清楚票房数字之外，仍有太多更本质的东西正在被忽略。值得一提的是，这部影片虽然争议不断，但它确实开启了关于女性命运、心理创伤、亲密关系等社会议题的讨论。赵丽颖在剧中将角色的痛苦、挣扎、坚韧演绎的细腻动人，令人动容。影片中多处情绪爆发场面也被业内人士称为演技标杆。这部作品未必是完美无瑕的商业片，但它具有深度、有想法，是一次勇敢的尝试与表达。电影结束时的那个特写镜头，赵丽颖饰演的角色终于释怀，泪水中带着一丝释然。而现实中的赵丽颖，或许还未能真正从角色中走出。她的沉默，她的克制，她那不那么灿烂的微笑，其实是在与世界说：你们看到了票房，但你们看懂了我吗？每一位真正热爱表演的演员，都希望被理解，而不只是被喜欢。赵丽颖用这部影片交出了一份诚意满满的答卷，她的演出已经无可挑剔，她的情感已经毫无保留。而我们也许可以暂时放下对爆款口碑的执着，静下心来去看看角色的痛苦与挣扎，演员的用心与付出。未来的赵丽颖会不会因为这一次的争议而退缩？或许不会。她是那个从无数配角走到主角，从被质疑到被肯定的女演员。她懂得，每一次沉默背后，都是为了下一次更强大的发声。她也在用行动告诉我们，做演员不是为了讨好所有人，而是为了在角色里找到真实的自己。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我们总说作品会说话，那么请给作品一点时间，也给演员一点空间。在情绪和节奏都极快的时代，真正需要的不是看过，而是看懂。也许当你走进影院，静静地看完赵丽颖的每一个眼神，每一滴泪水，你会发现，那些被误解的细节，其实才是她最想表达的情感核心。最后，写给赵丽颖，也写给所有仍在路上的创作者，请不要因为一时的质疑而否定自己的热爱，也不要因为大众的喧哗而放弃心中的信念。真正重要的不是票房数字、热搜排名，而是你是否在这条路上仍然坚持做那个忠于角色、忠于自我的你。电影还在继续，
生活也在继续。我们期待赵丽颖的下一个角色，也相信每一次尝试都是成长的脚印。愿她在荧幕内外都能笑得更加从容，也愿观众能用更温柔的目光去拥抱一个不完美但始终真诚的赵丽颖。王一博，这样的粉丝是你的福气，也是你的底气。王一博有这样一群粉丝是你的福气，双向奔赴，总是奔反方向，大直男遇上大直女，见面的一瞬间，哎呦喂，这不是我家哥哥吗？整天就想着怎么媚自家正主的粉，内鱼头一份。正主抛媚眼，粉丝看不懂，没事反过来整天媚王大漂亮，反而从未成功过，一身反骨彼此用得相当顺溜。王一博说，我不相信我完成不了，不过是时间问题。自此他的摩托姐姐们念念不忘拿下王一博，相信不过是时间的问题。小肥妖相信迟早会把王大漂亮勾搭到妖界来，不过是时间问题。持之以恒的夸得天花乱坠，不信他看不到。话说回来，王一博各大圈层开屏，破圈跨界样样精通，可是大众褒贬不一，有人曾质疑王一博跨界赛车是挖人设，但成绩是却证明了一切。2024年10月，他头一次参加 GT3 珠海站比赛就获得桂冠，实力得到赛车圈肯定，更是成功入驻职业赛车手。竞技比赛的残酷性就在于他只有一个冠军，但其魅力之处却在于无数挑战的故事。这次宁波赛车热身赛，王一博给我们看到了什么体育竞技的刺激与挑战，从冲出赛道到成功救车，从轮胎里的飞升到再度拿下 CT3 的亚军。当王一博在2024年珠海站以职业车手身份夺得 GT3 组别冠军时，他的赛后感言却出人意料，冠军是团队的功劳，我给自己的表现打及格分。这种自我祛魅的清醒，源自他对赛车本质的深刻认知。在宁波练习赛冲出赛道后，他在社交媒体写下风雨间积累与赛道博弈的经验，将事故转化为成长的阶梯。这种将失败解构为经验值的思维方式，与他在攀岩时每一步都是选择的感悟一脉相承。他的选择往往违背世俗逻辑，跳过 GT4 直接挑战 GT3， 放弃单人组别选择 Pro-Am。他对速度和冠军有着渴望，对自己新人车手的身份也有清醒的认知，冒险但不冒进。明道直播时说羡慕王一博的义无反顾，之前王耀庆说欣赏王一博的探索精神。我们是不是感慨，为什么业内如此肯定王一博的跨界？正如他在攀冰时所说，冰镐凿进冰层的瞬间，你必须信任自己的判断。这种对过程的极致追求，使他在2025年宁波热身赛中用零失误表现诠释了意义在行动中生成的哲学。在这个流量更迭飞快、热点稍纵即逝的娱乐时代，一个艺人若想站稳脚跟，仅靠一时的爆红或平台的推力远远不够。真正让一个人从流量明星走向时代印记的，是他身后那群始终如一、默默守护、坚定应援的你们粉丝。而王一博这位从偶像出发，跨界多期发展，一步步踏实前行的年轻艺人，最幸运的不只是他天赋异禀、努力不懈，更在于他拥有一群如光般温暖、如山般坚定的粉丝。粉丝听起来似乎只是一个再平常不过的词，但在王一博的世界里，他早已超越了喜爱与追随这两个基本的定义。他的粉丝群体不仅仅是在舞台下疯狂尖叫的人，不仅仅是刷数据、打榜、转发热搜的网络能手，更是一群与他并肩成长、一起经历风雨、不离不弃的人。从天天向上的青涩主持，到陈情岭中的蓝忘机；从这就是街舞的燃魂队长，到无名长空之王的电影演员；从摩托车赛道上的英姿，到滑雪场上的矫健身影；从文艺宣传片中的温柔讲述者，到公益项目中的默默践行者，王一博一次又一次地突破了大众的想象，也一次又一次地在质疑声中用实力交出答案。而这一切的背后，
他不是一个人在战斗，他有你们，有这群从不需要他开口所求，却总能在他最需要的时候出现的粉丝。有些人为了守住一个打头目标，不眠不休熬夜盯榜；有些人为了应援活动，花光1个月的工资还不肯松手；有些人为了一次见面机会，从千里之外赶来，却只能在远远的人海中喊一句王一博，我们爱你。还有些人默默无声，却始终把他的作品、理念与影响力传播给更多不认识他的人。你的光照亮我们，我们也拼命追随你。这不是一句粉圈里常见的口号，而是王一博与粉丝之间最真实的写照。他沉默寡言，你们喧闹热烈；他不善言表，你们替他说尽所有；他不喜炒作，你们在风口浪尖替他辩护；他低调前行，你们在台下用尽全力托举他的梦想。甚至在他面对非议、被黑时，你们不是一哄而散，而是更有序地团结在一起，用行动证明我们不怕风雨，因为你值得。粉丝对艺人的意义远不是流量数据的组成部分，他们更像是坚不可摧的后盾，是让艺人面对世界时更加有底气的存在。而王一博的粉丝尤为特别，他们不是最高调的，却是最执着的；不是最张扬的，却是最坚定的；不是最会造势的，却是最能撑起一座精神堡垒的存在。他们在爱王一博这件事上，始终保持理智而克制。他们反对为数巨轮的泡沫文化，更注重作品、人品与长线发展。他们在公开场合从不扰民，不制造舆论冲突，只用整齐划一的灯牌、温柔热情的应援语气，表达着内心最真的热爱。他们不仅守护王一博，也守护整个饭圈的风气和底线。这是一种令人动容的成熟追星文化，它不是盲目的崇拜，也不是虚妄的幻想，而是建立在理解、支持、共同成长之上的深情连接。而正因为有这样一群粉丝，王一博才能在每一次转型、每一个尝试、每一个面对外界不解的时刻，依旧坚持自己想走的那条路。正是因为有你们的托举，他才敢接下那些不讨好的角色，去拍那些不赚钱的电影，去挑战那些不安全的运动项目。他知道，他不是孤军奋战，你们的理解是他最大的温柔，你们的包容是他最好的铠甲，你们的陪伴是他最深的底气。在王一博身上有一种很特别的气质，他话不多，做事却极稳。他不强调人设，但却始终清楚自己的价值。他不是流量的奴隶，而是流量的超越者。他不说感谢粉丝这类动听的场面话，却在每一次选择、每一次舞台上，把最好的呈现留给你们。他从未把粉丝当作消费对象，而是视作旅途中的伙伴。他明白，有多少掌声是你们争来的，有多少光芒是你们点亮的，有多少荣耀的时刻，背后都藏着成千上万个你们默默付出的日夜。所以他更珍惜每一场见面会的眼神交汇，每一场直播中你们的留言，每一次高强度行程中还能在现场听到那一句我们一直都在。王一博说，我不太会说话，但我会努力做好每一件事。他也许不善于甜言蜜语，但他把感恩都放在行动里。他用一场场突破极限的赛车比赛，一步步不断挑战演技的作品，一点点拓展边界的尝试，回应着你们长久以来的陪伴与支持。而你们也从未把追星仅仅当作娱乐。你们在王一博的身上看到了努力的意义、坚持的价值、沉默者也能出头的希望。你们从他的舞台上得到了能量，也在生活中学会了向阳而生。所以啊，说到底，是你们成就了彼此。王一博是幸运的，有这样一群粉丝，是他的福气。而你们同样也是幸运的，因为你们喜欢的人，值得你们一路追随。愿未来的路上，你们依旧彼此温暖，彼此守护。他继续沉默做事，你们继续热烈应援。他不说多余话，你们懂他每一个眼神。
他在前方奔跑，你们在身后撑伞。愿这份难能可贵的双向奔赴，能在时光中越发珍贵，在岁月里开出更坚韧的花朵。而我们这些旁观者、写字人、记录者，也会永远记住，曾经有一个叫王一博的少年，在万千光影中，靠着自己和他可爱的一群粉丝，一路披荆斩棘，活成了一个传奇。感谢您观看视频。如果您觉得本时事通讯有用，请不要忘记点赞、评论和订阅。祝您生活愉快，充满活力。